피해자가 좀 보세요. 에? 저런 애를 너는 꼭 경찰서에서 만나냐? 이 새끼야. 他们说傻子不配拥有爱情，他们说摊子不该有欲望。可有一天，两个被世界抛弃的人真的相爱了。他是替哥哥顶罪的前科犯，她是被家人藏起来的脑瘫女孩。他们没有钱，没有自由，却在最不该有爱的地方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绿洲。文素丽在片中的肢体表现几乎达到医学级精准，让观众以为她真的患有脑瘫。为了塑造角色，她花了几个月时间观察真实患者的身体状态和动作细节，全片大量肢体扭曲动作全靠自己完成，甚至因长期肌肉紧绷而在拍戏后疼痛不已。薛景求为了呈现洪中都那种迟缓、犹疑、带点孩子气的气质，也做了大量准备。他刻意放慢步伐，模仿轻度智障患者的思维反应，并时刻保持一种畏缩感。工作人员说，休息时的薛景求和镜头前几乎像两个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沧东的绿洲，看一场被世界遗忘的爱情。不只看热闹，更要看门道。欢迎来到观影悟道。影片开头没有任何人物，只有一张挂毯。热带风景里，一个男孩吹着号角，身旁是一头大象，背景是一位端着水罐的女子，她象征着整部电影的主题：渴望、幻觉与救赎。轻度智障患者中都出狱那天，天特别冷，他穿着2年前入狱时的短袖，站在街边发抖。行人裹着厚衣从他身边走过，他显得格外突兀。没有人来接他，他也不知道该去哪。在路边摊，他用仅剩的钱买了件地摊货女士上衣，又提着袋子往家走，却发现家人早已搬走。他饿得头晕眼花，在街角买了块生豆腐啃了起来。老板见他可怜，不但没收钱，还多塞给他一盒牛奶。他接过来，笑得像个孩子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因为吃霸王餐被抓进警局，警察翻着他的档案，念出3条记录：非法攻击、强奸未遂、过失杀人。警察质问他是否杀过人，他低着头承认，说那是一次意外。凌晨开车时天太黑，他没看清路上的清洁工。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，没有为自己辩解。在警察帮助下，中都终于联系上了家人。当弟弟出现在警局时，中都高兴地直招手。见到了亲人，整个人放松了下来。弟弟却神情尴尬，一脸无奈。回家的车上，中都开心地把手伸出窗外，感受着久违的自由与快乐。回到家后，中都激动地抱住母亲，还拉着她跳起了舞。嫂子嫌他把地板踩脏，催他赶紧去洗脚。他想起自己给妈妈买的那件新上衣，迫不及待地要给她试穿，母亲却只是尴尬地笑了笑。第二天，哥哥带中都去饭店面试，想帮他找份工作重新开始。中都答应了，但他说今天不能马上上班，还有事情要做。他拎着一篮水果来到一栋破旧的居民楼，屋里坐着一个全身抽搐、面部僵硬的脑瘫女孩，她就是公猪。她把镜子反射出的光斑想象成飞舞的白鸽，相信那是上天送来的朋友。可以看出，她虽然身体受限，内心却充满幻想与浪漫。中都看着她，并没有觉得害怕或嫌弃，反而很自然地跟他打了个招呼。原来2年半前，他开车撞死了一名清洁工，而公猪正是那名清洁工的女儿。他原本想登门道歉，却碰上公猪的哥哥嫂子，得知他就是肇事者，立刻把他赶了出去。他走后，公猪打碎了手中的镜子，原本的大光斑一下子变成了许多小光斑。在他的想象里，这些散开的光斑却化作了一只只在天花板上飞舞的蝴蝶。之后，中都开始做送外卖的工作。夜里路过公猪住的那栋楼时，不禁抬头望去，公猪正盯着墙上的那幅绿洲，窗外树影如怪兽般摇晃。中都没去打扰他，继续赶路。途中，他看到一群人在拍电影，觉得特别新鲜，立刻掉头跟过去，想瞧个热闹。结果一不小心摔倒在马路上，痛得嗷嗷叫。他摔伤回到家，嫂子一边替他上药，一边冷冷地说：“没有你，我们会过得更好。”中都笑了笑，没有反驳。几天后，中都又带着花上门，
正巧被邻居撞见。邻居问是谁送的花，他不敢承认，只是随口说了自己的名字。邻居从花盆底下摸出钥匙，开门放花。中都看着这一切，犹豫了片刻，最终默默离开。他在楼下来回犹豫后，又鼓起勇气上楼，拿了花盆下的钥匙，悄悄进了屋。他先礼貌地表达自己没有恶意，还留下了电话号码，希望公猪愿意的话能联系他。但在转身要走时，他无法自控的病又犯了，突然冲动地靠近了公猪，脱下了裤子。他无法反抗，挣扎中便昏了过去。惊慌失措的中都连忙提起裤子准备逃离，但又担心他出事。用冷水帮他冲醒，并帮他整理好衣服。看到这一幕，阿普震惊了，这显然又是一起强奸未遂。呵呵，中都慌忙下楼，途中还故意踢倒几个路障，试图用这种方式掩饰内心的恐慌。夜晚，公猪因白天的事情难以入眠，而中都却在家里陪母亲玩游戏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女邻居夫妻为了图方便，跑到公猪家亲热，哪怕他就坐在旁边，也毫不避讳。公猪早已习惯这种屈辱。那天他费力打扮，因为哥哥说要接他去新家，他满心期待，却只待了半天就被连夜送回。原来哥哥嫂子只是为了用他的特殊身份申请政府福利房，接他只为应付检查。送他回来时，哥哥还嫌他太麻烦，说每个月要给邻居20万韩元照看他。公猪说不出话，眼里全是绝望。就在这个压抑的夜晚，他想起了唯一可能回应他的人中都。他费尽力气拿到他的名片拨出去，中都在睡梦中接起，以为打错了，直接挂断。但几秒后电话又响，他听见公猪艰难挤出的声音：我想问你点事。第二天，中都忐忑地再次来到公猪家，公猪主动开门请他进来。中都先为上次的事道歉，而他没有追问，也没有责怪，只是费力地问了一句为什么要送花给他。中都害羞地笑说自己也不知道，随后开玩笑问：你真叫公猪，那不就是公主的意思？公猪听了也忍不住笑了。从那一刻起，两人的关系悄悄变了。不久后，他背着她上了天台，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房间。阳光洒下，他仰望蓝天白云，那一刻，他的世界不再只有灰暗的天花板。从那天起，中都像变了个人。回家时碰见牧师来探望，他竟主动提出祈祷，闭眼时偷偷望向天空，幻想重新开始。此后，他提出要跟哥哥学修车，说自己想认真工作。哥哥半信半疑，却也没拒绝。中都几乎每天都去看公猪，帮他洗衣、晾晒。慢慢的，公猪的话也多了。他们聊喜欢的颜色、季节，这些简单的问题，却能让两人笑个不停。偶尔女邻居突然出现，他们立刻装作若无其事，那种紧张反而让他们觉得更甜蜜。夜晚，公猪提到房间里那副挂毯，她害怕夜里晃动的树影。中都听后故意念起咒语驱赶影子，公猪被他逗得咯咯笑。周末，中都偷拿了嫂子包里的钱，离开时他还不忘得意地对修理工炫耀要去约会。他把公猪从轮椅上抱起来背到楼下，想让他坐稳时轮椅老是滑来滑去，他折腾了好几次都没成功，结果两人反而被逗得笑成一团。原本麻烦的事，因为有彼此在身边，竟变得轻松又有趣。在地铁上，中都站在他身前护着他，公猪抬头望着他，眼里全是笑意。对面有一对情侣嬉闹，他也忍不住跟着笑了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，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，只是个普通的女孩。窗外的城市快速掠过，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活着。可现实的偏见不会因为爱情而改变。饭店前台看到公猪的样子，当场以餐厅已打烊为由拒绝接待。中都看着满座客人，明知道是借口，却强压着怒火，默默推着他离开。从前的他随心所欲，现在因为他第一次懂得了忍耐。他带他去了哥哥的修车铺，周末店里没人，两人在狭小的办公室里叫外卖吃。中都和嫂子通电话时，公猪却突然站起来，变回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孩。她和中都打闹撒娇，像所有热恋的情侣。아 씨발 전화 끊어졌잖아. 그런다고 왜 화를 내? 내가 뭘. 但这一切只是幻想，身体的限制依旧存在，就连吃碗面都离不开中都的照顾。后来他开着客户的车送公猪回家，半路堵在高架桥上，中都来了兴致，抱着他下车，在车流间旋转，无数车灯在夜色中闪烁，像星光点缀着这场短暂的浪漫。鸣笛声此起彼伏，却成了他们爱情的伴奏。
那一晚，公主再次陷入她心中的爱情幻境。她梦见自己和中都在房间里，绿洲里的一切都来到了他们身边。此刻的她完全沉浸在那份纯粹又浪漫的爱之绿洲里，既幸福又满足。回去后，中都因为偷偷开了客人的车，被哥哥打了一顿，棍棒落下，他一声不吭，也没有抱怨。一天，中都精心为公主打扮，带她参加母亲的生日聚会。然而两人刚进餐厅，气氛瞬间凝固。亲戚们看到公主，一个个脸色铁青。得知她是那位被撞死的清洁工的女儿后，哥哥更是当场变脸，把中都拉到走廊质问。弟弟劝架时无意说出真相，当年肇事逃逸的是哥哥，而中都是替他去顶罪的。可即便如此，全家依旧嫌弃他，把他的牺牲当成理所当然。聚会越来越尴尬，中都只能傻笑着想缓和气氛，却没人愿意搭理。拍全家福时，中都坚持让公主入境，又和哥哥吵了起来。最终他拉着公主离开。路上，公主沉默又有些生气，她觉得自己让中都难堪。中都哄了一会儿，情绪有些烦躁，甚至一度想丢下她自己走，但走出几步他又折回来。为了让她开心，他最终带她去了歌厅。他五音不全地唱着歌，而他静静看着，听懂了那份笨拙却真诚的心意。之后，中都背着他一路奔跑，但还是错过了末班地铁。看着他气喘吁吁的样子，公主的心软了下来，仿佛又回到健康的自己，轻声唱出温柔的歌。如果我是诗人，我会为你歌唱，就像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里，你能感觉到吗，我的爱人？回到家后，中都把公主安顿好，正准备赶末班车离开，他却含蓄地挽留了她。两人心意相通，像真正的恋人一样缠绵在一起。偏偏就在这时，哥哥嫂子突然回来，当场撞见这一幕。还没弄清状况，嫂子喊来了邻居，哥哥报了警。在警车里，警察简单了解了情况，得知中都有3次前科，其中1次就是强奸未遂。还没到警局，经理已给他定了性。很快，中都的哥哥和弟弟赶到警局，警察大致说了情况，他们也难以理解中都为何这么做。哥哥看到中都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气不过，狠狠揍了他一顿。双方家人到门外商量，公主的哥哥打着保护妹妹的幌子，实则想要2000万韩元赔偿私了。中都的家人巴不得他一辈子待在监狱里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中都就是个累赘。与此同时，公主也被带去做笔录，所谓问话，其实全是嫂子在替他回答。一口咬定中都是强奸犯。公主因为紧张说不出话，只能拼命摇头，发出含糊的声音。可那些自认为主持公道的人却以为她被吓坏了，没人听懂她在说什么。当她看到中都被警察带走时，整个人几乎崩溃，歇斯底里地伤害自己。而另一边，哥哥和嫂子还在为赔偿的事情吵个不停，直到公主用头撞上柜子，他们才慌忙冲过去拽住她。之后，公主被带回家，而中都被判定有罪，被关押起来。母亲请来牧师为她祈祷，警察暂时解开了他的手铐，趁众人不注意，中都突然挣脱控制，拔腿就跑。为了给公主打电话，中都情急之下竟劫持了一名路人，可始终没有联系到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床上的公主忽然发现绿洲上的树影一点点变少。那一刻，她明白了，中都来了。当警察找到中都时，所有人都看傻了。他正扒在公主窗外的那棵树上，发疯似的砍着树枝。邻居和路人围在楼下指指点点，都说他疯了。可他们谁都不明白，只有屋里的公主知道，他是在替他赶走恐惧。他怕那些晃动的树影吓到他，怕他夜里一个人不敢睡，也怕自己被关进监狱，再没有机会陪在他身边。公主拼命想把窗户拉开，可对他来说，那比登山还难。那扇窗就像他无法说话的身体，是一道跨不过去的障碍。最终，他只能放弃，打开收音机，把音量调到最大，生怕窗外的他听不见。树上的中都听到音乐，开心地跟着扭动身体。等他把树枝都清理干净后，警察也把他带走了。屋里的公主望着窗外，脸上的表情依然扭曲，但这一次，那表情里似乎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电影的最后，在那道重新透进光的屋子里，光线变得格外明亮。公主安静地打扫着，旁白是中都狱中的来信。墙上的绿洲依旧在那，两人依旧保持着联系，似乎对未来仍旧充满希望。李沧东的《绿洲》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与社会批判的作品，通过边缘人物的爱情故事，揭示了多重深刻含义。30年后的今天，残障人士、刑满释放人员等边缘群体仍面临系统性歧视，家庭剥削与社会冷漠并未消失。影片借超现实镜头，白鸽、蝴蝶、自由的舞蹈，像是在提醒我们，
人性的绿洲存在于对异类的共情与尊重，在薄情的世界深情地活着，这或许是绿洲留给每个观者的终极叩问。公主无法说话，行动不便，却能在心中创造一片绿洲，在那里她可以行走、舞蹈、歌唱，自由的爱。现实给她的世界是残缺的，但她的心却从未彻底荒凉。中都也是如此，在所有人眼里，她是麻烦、累赘、前科犯，但公主的一句“我想问你点事”，足以让她的生命重新有了意义。中都砍树枝的那一幕，是整部电影最动人的时刻。别人以为他疯了，只有公主懂得，她知道自己将被关进监狱，所以拼命想把她的恐惧从世界里清掉一点。爱不是我需要你，而是我希望你的世界少一点害怕。公主想推开窗回应他，却做不到。她能做的是打开收音机，让音乐替她说话。那一刻，她也在拯救中都，让她知道自己并不孤独。影片里最残忍的不是社会制度，而是正常人的冷漠。哥哥嫂子用公主的残障身份骗福利房，餐厅员工拒绝接待，家人把中都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。警察不愿听公主的真实表达，旁人随意给他们贴上怪物的标签。对比之下，两个被社会定义的异类，却最接近人性，最接近真实。这像极了尼采的观点：越不愿被驯化的人，越接近真实，也越容易被群体排斥。本期绿洲解说完毕。你的一键订阅是我们剪片人最后一点理智的来源。